好了，各位亲友大家好啊，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啊。今天呢是3·8妇女节啊，祝福临安时婚的各位女同胞们啊，节日快乐，越来越美丽、健康，越来越幸福。好了，我们现在分享几位女同学的体会哈。一位是黄吕渊同学的哈，他说：“李老师您好哈，我是一个在杭州做外婆的人，身体状况呢不是很好，通过1年多听您的讲课哈，就边听边跟着练哈。我收获太大了。说首先呢，我对家人、对社会上的人和事儿的看法呀和做法就发生变化了。就过去是这样看，哎，现在另外一种看法了。小家庭、大家庭更加和谐了，心啊更加安静了。其次呢，我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好了。是上面的1年哈，我跟着孩子一起去旅游了3次，上医院挂水啊只有1次。就是自己的对世界的看法、对周围人的看法、事的看法发生变化了之后，哎，自己的小家庭更和谐了，大家庭也更和谐了，心更加安静，而且身体状况呢也比以前有很大的一些好转。下面一位同学是张宝清同学的哈，说李老师您好哈，感谢您和临安时工的各位老师。说有的时候呢有很多不便，就不能够听直播，只能听回放哈。说我们临安施工就像个大家庭啊，就是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哈，用爱护生命。说其实好多事情哈，就是听了课之后，在我和我的家人之间，哎，就发生了变化，就自己啊对一些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这改变太多了啊。就讲到了这些改变。下面是黄慧欣同学的哈，他说大家好，是1个星期以前，这是前面很早以前他的一个信息哈。说我的左眼呢刚做完眼角膜修复手术，说我先生、儿子和儿子的女朋友哈会帮忙就是做饭准备或打包食物啊，给我午餐或者晚餐。说昨天中午呢，我先生问我要吃什么，我说那就吃面粉果条汤吧，应该是这样哈。说不过我要釉面，我不太清楚这是什么面哈。说结果买回来呢不是我要的那个釉面。说以前呢我肯定会生气，说他没听清楚啊，就跟他吵起来了。可是昨天呢我就没生气，只觉得感恩，开心的吃完了整碗面。说我变了，而且呢还是细嚼慢咽的享受整个午餐。说感谢李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要搁以前可能我让你买这个面，你买了这个面了，我就会生气了，现在就发生变化了。这几位同学讲的都是转念啊，就改变自己的这个心念。黄红艳老师对他有一个就是给黄慧欣老师一个回复哈，说您把这个老师讲的知识践行在生活当中啊，心怀感恩的吃这个饭，而且学会细嚼慢咽的这个心法，变成了一个有爱有智慧的女人。说您的身体一定会更好，家庭一定会更加幸福。我相信我们临安市的各位亲友哈，一定是这样的，身体会更好，家庭一定会更加的幸福。那么今天呢，想分享这个内容，其实也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是我们要去转念，要转念。我们前面大家注意，我们分享过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工作，说我的工作就是静坐，然后家庭的对话，与亲人对话就是参禅，然后就助人就是天人合一，讲了这样一个内容。这3个内容哈，它不单纯就是简单的这样一种表达，它其实呢，它是有非常坚实的科学的支撑。他就说那这怎么科学的支撑呢？你看啊，工作就是静坐，与家人对话就是参禅，我助人就是在修天人合一。那这里面都有一个什么内容呢？都有一个特殊的内容，就是你的意念要转念。过去认为工作怎么的，现在变过来要转念。大家注意啊，我就觉得每一次这样的转念，它都在你的物理层面重塑你的大脑。我们就讲修心嘛，说心空空荡荡，看不见摸不到。修心怎么落实下来？说你修心是有效果的，大家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哈。我们讲心脑其实是一体，修心并不是单纯就修这儿这个心，心脑是人的整体的这种意识的功能。那么你修这个心，每一次这种转念，每一次那个修心，都在物理层面
重塑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的神经发生变化。大家听我慢慢说一说，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哈。就人的大脑啊，它不是说我出生之后有大脑之后永远就不再变化了。就我就说大脑不是水泥，而是玩的橡皮泥。这个水泥固定了就固定了，但橡皮泥不一样。橡皮泥你看小孩玩的橡皮泥，你可以捏各种各样的，今天捏个小狗，明天我传不又捏出个小羊，它不一样。说大脑它不是固定的，就现代的神经科学已经发现这样的问题，说大脑啊大脑神经嘛，可以说终生具有什么呢？那个神经可塑性，它是可以变化的，就像一个永不会干的那个橡皮泥，你今天变成这样，明天它一直在变化的，一直在变化的。那具体来说大家注意哈，你比方说你每一天天天抱怨，今天抱怨，明天抱怨，天天抱怨，你天天抱怨生活中也好，工作你总抱怨，好了，你的大脑就强化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抱怨，一个烦躁的一个回路。看到这个事马上大脑那个神经就兴奋起来了，就那份抱怨，你刺激的那份神经一兴奋起来之后，他就开始抱怨了。可能过去需要有10个量的刺激你才抱怨，逐渐建立这个回路，强化这个回路之后，哪怕有一个小小的刺激，你就会抱怨。因为什么？你建立起了很强烈的抱怨的这个神经回路。你甚至是别人说一件好的事到你这儿进了你这个回路，它也变成了抱怨。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你看别人平常很多这样的情况，明明别人是一个关心的话，你就也可以烦躁起来。大概想一想什么这样说，好心当驴刚肺，就是他始终是个抱怨的那个回路，一个好的东西到了那个回路，它也变成了抱怨。因为是你重复就强化了这部分神经，这部分神经它就开始兴奋。那么如果你持续的感恩呢，它就会强化那个平和的那个回路。哎，遇到什么事表示感恩，什么事感恩，结果你会发现生活中到处都有美好的事儿。因为什么？你感恩的那个回路得到强化了，这部分神经被强化了。哎，看到什么都觉得哟，这真好，哎，这真好，这真好。我说清楚意思，你看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哎，别人一点点小的帮助，你会很感恩，很感恩。有的人他就不是这样，你没有那感恩的心，你对他再好，他也觉得你还不够，因为你大脑的神经回路不一样，神经回路不一样。也可以说，这是神经也是用进废退，你越用它，越是这样做，哎，它就越强化了它。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那么转念的本质就是什么呢？如果用现在现代我们生活中的词儿来说哈，比方说你一个新房，你房子要装修了啊，重新装修，过去那个线路哎呀不太好，要装修之后怎么样？要重新去布线，过去没有那么多的电器哦，这个电线简单装着就可以了，现在怎么样？重新去布线了，到处都是电器，而且用电量也大，这个线的粗细程度也不一样，质量都不一样了，你重新要去布这个线。大概想是这样，是你大脑的神经，我们要修心干什么呢？其实就是让你的大脑重新布线。过去总是那个烦躁那个回路，要把它切断，不能要这个了。要建立感恩的那个回路。过去总觉得呀，我怎么这么倒霉？我身体怎么这么不好？这个回路要把它去掉。我建立呀，我怎么这么幸运？我身体咋这么好呢？建这样的回路。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比方说，我们再具体来讲，过去，哎呀，又来上这个破班了。你看，你好多人不是这样，天天哎呀没办法，我就上那个破班。从上这个破班到什么呢？哟，工作就是静坐呀。旧的回路是什么？是抱怨，应激的反应。应激反应之后，你皮质醇就飙升高了，一升高之后呢，疲劳感就增强。你看有的人还没上班呢，就开始累了，就觉得哎呀，那办公室我真不想进去。为什么？你有那个回路在那儿。如果那一天你出去旅游呢，那一天你觉得很精神，为什么呢？那个回路不一样，调动你的能量就不一样。那新的回路什么呢？一转念，哦，专注当下，
上班工作就是我的静坐，哎，这时候你的大脑前额叶就被激活了，有可能就产生心流，心流是哇，你进入了一种特别忘我的那种状态。那么每一次这样的转念，你那个定力你那个心流的那个神经回路啊就被加固了一次。这是工作中的，大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那家庭里面呢，比方对话，别人说个什么事，哎，你懂啥呀？吵起来了，很多时候，哎，把它一变，对话就是参禅。那么大家想想，旧的回路是什么呢？别人一说话你就反驳，就好像你杏仁核一下激活了，情绪脑主导了，情绪脑主导，口不择言，可能吵起来了。那新的回路是什么呢？一转念，觉察，深度倾听，这时候大脑前额叶就介入了，前额是理智的，是清醒的，智慧的，进行了智慧的回应。所以每一次这样的转念，它的效果是什么呢？你觉察神经网络呀，你那个觉察的那个神经网络就被拓宽了一分。你的觉知它也是需要有神经基础的、物质基础的、大脑的基础的。你脑子乱，你就没法觉知，它都是有基础的。所以每一次这样的转念，你内在特殊的那个神经网络，那个回路又重新建立一次，重新修复一次，重新拓宽一次，重新去布线。那在讲助人就是天人合一，那这怎么弄呢？那旧的回路是什么呢？遇到什么事，哎呀，冷漠，别人笑，冷漠，我不去帮助他，不去帮助他，那你的共情力就下降，那么神经头大的人冷漠，这部分被强化了。那新的回路是什么呢？一看，一转念，我助人，我去伸出援手，就好像你身体那个催产素就分泌了，连接感就增强了，你的身体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我不去帮助你，你身体是冷漠的，产生冷漠的那种能量。说助人，看到哇，很开心，助人为乐了。它这个效果呢，你慈悲的那个神经通道就被强化了一次。大家注意，我觉得那个慈悲啊，它也是需要有神经、有大脑的这个基础的物质基础的。平常当然这个话也不是很准，你比方说，说那个人你看，天生就慈悲，说那个天生就是个小坏蛋，怎么，咱们平常经常有这样的话嘛，是吧？说他骨子里这个人骨子里都是善良的，说那人就坏透底了。大脑这个慈悲呀，我觉得它也是有物质基础的，大脑的物质基础。所以每一次这样的转念，就强化了我慈悲的这个神经网络。大概想是不是这样啊？说这个什么呢？修行去积累功夫的生物学真相，功夫不在别处，在你大脑的微观结构里，一定是这样的。说这人有没有功夫，有没有洞察力，有没有觉知力，一定在你大脑的微观结构里，那个结构那部分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决定了这一切，决定这一切。所以你与生俱来本自具足，此什么都有，就看你强化哪一部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修心就是什么呢？其实修心某种意义上就是修脑。我们那个脑，平常讲脑就是它思考，就修那个大脑的神经结构，它那个微观结构里面一定有变化。你说它 DNA 也好，它怎么也好，它一定有特殊的东西。我们讲的数，那个数，1、2、3、4、5那个数，我们过去曾经讲过这个内容，以后再说哈。它里面呢，无论它的量的大小、质的大小，它一定有特殊的变化。通过修炼去改变这些数，改变你内在的那个结构。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有的人越修练功越练会越拧巴，越练越练不好呢？那你要懂这个道理就知道了。你看有的人打坐，
每天打坐2小时，打得更长时间。可是一下来之后，好像他的锻炼、打坐和生活是分开的。一下之后该抱怨就抱怨，该说这个什么，大家想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过去我曾经讲过，说闭着眼睛往那一锻炼像个佛，睁开眼睛像个魔。就他的那个静坐的那个回路和抱怨那个回路分开的。静坐是静坐，生活和生活它分开的，这平行线它永不相交，那就不行了。那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呢？用你静坐时候的那份安定、那份祥和、那份慈悲，去覆盖、去变化抱怨时候的那个烦躁。通过无数次这样的转念，就让这2条神经网络就合成一条，合成一个了。为什么？无论做还是不做，无论静坐还是生活，你心都能够安定，都能够慈悲。就把那个修心生活化，修心化把它合到一起了。你不能把它分开，这是2条路啊！我要静坐了，就是我生活了是另外一个状态，那你越练越拧巴，越练越练不好。就把它合到一起，那才行。大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啊？就我们这个分享啊，每天我们分享不太多，我们还有锻炼，所以就不展开来说它来了。那么现在就讲具体的时候啊，我的提示也该怎么样去做？就具体的生活中如何去通过修行来修这个脑。今天我们之前从小说这个问题，就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啊。修心其实就是修大脑的那个微观结构。就那心灵的变化，一定在头脑中，它有它物质基础的变化，物质的变化，微观结构的变化啊，一定有微观结构。说豁然开朗，哎呀，一下全身有变化，头脑一定是有变化的。头脑嗡的一下，怎么样了？是吧？他头脑会有变化的。那么具体生活中如何去科学的修这个脑呢？比方第一步，就是你要捕捉那个自动化的反应。就是说，当你一抱怨、一冷漠、一烦躁，它自动出来的时候，你说哟，恭喜什么呢？那个神经回路它开始运作了，就好像什么，你发现了什么需要改造的那个旧的公路，或者是需要改造房间那个旧的那个线路电线，又找到了。哎，说烦恼即菩提嘛，你找哟，这个旧路又要来了，旧的神经回路又要来了，这时候马上怎么样？植入正念导航。就是我们讲的所有这些课，大家想一想啊，是不是全都是一体化的、一致的？哎，第二步插入什么呢？转念的间隙，一句转念间停一下。过去讲前面叫数1数2，数1数2这个词儿用这么说，就停2秒，就在意识的洪流中植入正念导航。就哪怕你只停1秒钟、半秒钟，这就是什么呢？那个新旧回路的岔路口。过去旧的回路这么走，去抱怨去了，说去了，去吵去了。我是继续走旧的回路呢，还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回路呢？到了岔路口了，大概像是这样。这第二步，一停，岔路口插入这个转念的间隙。那第三步就选择什么呢？新的路径了。哎呀，我知道那个旧的路径啊，吵了几十年了，以后的结婚多少年一直在这样，整天循环往复着同样的争吵。大概想一想，说很多家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吵了一辈子，没有吵出新内容来，都是那点旧内容反复过来争吵。选择新的回路，这第三步。那新的回路怎么选择呢？我们讲一些具体的方法，大家当然他用的时候就不用那么太死板啊。比方说我们过去讲过那3句话：工作就是静坐，对话就是参禅，助人即是合一。你真的可以把这3句话当成3个锦囊一样，真的可以这样，就3句真言一样。在工作中马上工作就是静坐，家庭对话更
对话就是参禅，要帮助助人即是合一。一有这个词儿，一个叫正念嘛，怎么就植入正念导航呢？这3句话就是正念，植入正念导航。对话就是参禅，他是师傅来考验我的。大概我说清楚，就植入正念导航了。一植入正念导航，就选择新路径了嘛。过去往那个方向走，现在导航往正确的方向走了，选择新路径了。选择新路径之后，你身体也得跟着发生变化。你调整呼吸。刚才要发脾气，你调整呼吸。调整呼吸干什么？从物质基础上来讲，你激活那副交感神经啊，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植物神经，你去调整它了，它都是有物质基础的。然后刚才横眉要跟人发脾气，瞪眼睛，要面目狰狞，现在怎么样？放松你的面部。放松面部是干什么呀？面部一放松，向大脑发送什么呀？安全的信号。一紧张，面部是紧张的，大脑知道，你大脑面部一紧张，给大脑传递什么？紧张的信号，不安全，我要去防备。现在你面部一放松，大脑一感觉，给它传递信号了。我说清楚是没有哈？然后你心里面一放松美好，你就可以呈现出那种美好的状况。你这一和谐，一平静，一平和，就好像预演回路中的终点。你想一想吧，你每一次争吵，你吵完了之后，哪怕吵几天，后来不还是得和好吗？那我现在我不需要争吵，不经过这个吵的这个路，一正念导航走另外的路，又回到那个好的地方去，不行吗？大家想是不是这样？你看很多夫妻啊，吵多少年，吵完了又好了，吵完了又好了，可是吵的过程中消耗多少时间精力呀，内耗多少东西呀？现在怎么样？我通过吵走到那儿去了。我现在不吵，也可以走到那儿。经过吵走到那儿之后，增添了很多的毒素，很多不好的东西。我不经过争吵，也到那个美好的地方，那多么美好啊！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你争吵几年吵也是这样，那为什么不吵也可以到那儿，而且到那儿会更好？所以正念导航之后，让身体呈现出那个美好的状态，那就不一样了。那还有一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每一次你转念之后，你得庆祝一下那个微小的胜利。每成功一次，其实怎么庆祝，其实不用特殊的庆祝，你只要这样做了，你就会发现不一样。你每一次转念之后，大脑多铺了一层新路，那个线路改了一下子，重新布线了。你积累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走这个新路比走近路来的更加顺畅。这个新路要吵才过去，这个旧路不用吵就过去了。就好像新路堵车，哎呀，堵好几天才过去，这个新路啪几分钟过去了。大家感觉这琢磨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最高级的这个修行或者是最根本的修行，就是你要成为自己的神经建筑师，改变你的神经。传统修行讲戒定慧，那么戒定慧这个修行用神经科学的翻译怎么去说呢？那个戒是什么呀？就停止强化那个有伤害的回路，那个有害回路，就那个不好的回路要停止它，不要强化它了。戒那个事情不去做了，不好的事情不去做了，贪嗔痴怨恼烦戒了，讲这部分神经回路不被刺激了。那个定呢，就反复强化那个有益的回路，有那个专注的通路，定住，不让去强化那个不好的，要转向那个好的。那这个慧呢，就新旧回路整合完成后的自然的流露，把旧的回路、不好的回路淡化掉、
弄掉，新的回路建立起来之后，自然流露出来的那种美好的状况。所以你就不再是被大脑控制的受害者，被脑子里有很多观念控制你，不由自主的去做一些事情了。你不是失去自我的那个受害者，而是什么呢？主动设计大脑的建筑师。我设计我的大脑建立什么样的神经回路，你就真的成为了自己的主人，成了大脑的主人，而不是被大脑控制的一个傀儡了。新的自主性就增强了。我表达清楚意思没有啊？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不妨换一个角度啊。每次当你要抱怨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哟，不能，我需要铺设一条新的神经公路。每次都是这样，你抱怨也好，烦躁也好，怎么样，转念。你过几个月啊，不用说3个月之后吧，你就回头看一看，你不仅修了你的心，而且实实在在的修了脑。也可以说，你只有实实在在的修了脑，你才能说你修心是有效果的。大概说是不是这样？脑修了之后就不一样，就那些曾经一触即发的情绪按钮，一弄就着急，一弄就已经变成了平静智慧的开关了。过去一弄就开始就爆了，现在一弄很平和。所以真的最落地的修行要落地呀，就发生在你大脑的亿万次神经链接里。亿万次神经链接里，每一次一修，他脑子中他神经链接有变化，每一次转念都是一次神圣的神经重塑的工程，生命的重建呀，重建在哪儿啊？大脑神经网络。修心叫落地于修这个脑，修这个脑。所以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说每一次转念，就你转念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就从这个大脑神经科学的角度上来谈这个问题。每一次转念都在悄悄的改变大脑结构。修心就是修脑，修脑就是修心落实的修脑啊，方为什么？方为实修。我再一次强调啊，遇到事儿又马上觉知，只是让我重新建立大脑的这个神经网络的，怎么办？一停，就看这个路，不能走老路，导航走新路，植入正念导航。植入正念导航，哪些正念呢？至少来说那3个正念。工作中的工作就是静坐，家庭对话即是参禅。当你要帮助助人即是合一。植入这个正念导航之后，让身体展现出那个美好的状态，放松安静那种状态出来。这所有展现的这些状态都是在告诉大脑，给他一些信息，平和的、美好的、安定的、慈悲的信息，都在什么？重新改变大脑结构，在大脑微观领域里面，让它细微的去发生变化。说功夫是一点一滴的积累来的，就在头脑里面一点一点积累过来的，积累到一定程度，我相信一定会有那种豁然开朗的那种变化。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现在我们站起来，一起来锻炼啊。好，放松，安静。
你往这一站啊，每天练，每天练，就那个大脑神经网络那个回路啪啦就调动起来了，你一下就进入安静的状态。它不是需要说慢慢一点点安静，一点点，不是一下就那个通道一通，就好像你接通电源一样，一接通电源，那个电流不是慢慢走到这个灯泡这个灯泡亮了，走到那个，它不是这样，全都亮了，它瞬间的那种，你往这一站，瞬间就进入状态。脚分开，正后八字，两臂慢慢上，身体微下，当下即是，一下就进入状态，恍恍惚惚，若有若无，
静，安静，爱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两手分开，全身放松，全身充满爱的觉知，这种爱的神经回路，敞开心胸。一做这个动作，立刻把全身满怀慈悲，大发慈悲，那种爱的觉知立刻启动。爱充斥整个虚空，爱的觉知与齐平，爱的神经回路与渐变，后力，上方无限虚空，安静，手慢慢下落，紧额头，面胸，指腹，
小腹，注意双膝软，全身柔弱无骨，慢慢向下。富贵婴儿，两手敷于足面，下上提，下上下上提，转掌，颈椎的后侧慢慢上升，指命门点按，手向前，到肚脐，点按，两手分开，敞开心胸，张开怀抱，只有爱，只有爱的觉知，充斥整个虚空，整个头脑神经也都是被爱所滋养，建立爱的回路，与齐平，肩并，头顶上方停留一个呼吸的时间，慢慢向上进额头，
胸腹富贵婴儿，全身的柔弱无骨，散了架子一样。两手敷于足面，下安静，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颈腿的后侧向上，向上，至命门点少向前，肚脐，两手重叠在肚脐上，安静。好，我们静坐静养。无论是打坐、竖立，还是在生活中的转念，它其实变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和最核心的那个神经。其实这个神经也包括大脑的那个神经回路。
也包括全身的那个神经回路。比方说，当你豁然开朗的时候，你会觉得全身它都是有变化的，那个心一变，全身都在变。所以修心啊，它不单单是要落实到脑上去，要落实到全身，就是整个身心都发生变化。那个神经回路，包括大脑的，大脑一定是联系到身体的，身心本来就是一个呀。而且这种神经回路，我就觉得不单单是你自身的神经回路，也包括你自己的那个心通过神经系统，通过一些特殊的变化，联系到整个虚空，连到你的家庭，联系到他人，也和周围的人建立这种神经网络、神经的这种回路。当然不是有形有相的这个神经了，所以天人合一，它一定有一个东西是联系到一块儿的。人和人之间通过神经那种意识那个回路，所以从心的回路到意识的回路，让整个世界呀，人和人，人和万事万物就连成了一个整体。大家愿意做的就再继续这样做一会儿啊，我们不统一的收了啊，想多做一会儿就做一会儿，想休息的就休息了啊，大家安静。